5月31日，韩国大邱市长与我国驻韩大使见面时，就着脸让我国送一对大熊猫。然而，我国早在40多年前就已经取消了向外国免费赠送大熊猫。这里是知识天梯。要不说韩国人心态好呢，要不到那就耍赖，逼着中国给。韩国民众竟发起了请中国归还福宝请愿，认为大熊猫福宝是韩国的，我国应该予以归还。这话够离谱了吧？更离谱的是，我国竟然还有不少人表示同意。韩国人咬定福宝并非在我国本土出生，而是在韩国出生的。他的父亲和母亲分别是我国派到韩国的友好大使大熊猫元心和大熊猫华妮儿，所以福宝就应该算是韩国的。这其实很离谱。两只中国籍大熊猫，他们的女儿怎么可能会是韩国籍？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在韩国的中国华侨在韩国生的女儿，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话，自然是中国人。其次，这些国人可能被假消息欺骗了，比方说谣传我国虐待大熊猫，福宝在国内不如在韩国待着快乐等。相信很多人也都刷到过韩国饲养员对福宝究竟有多好的视频。倒不是说这些视频都是假的，但这些一定是韩国官方想让老百姓看到的。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韩媒抓住饲养员与福宝相处的温馨日常，不断的夸大韩国对福宝有多好，把一堆人感动得稀里哗啦的。韩国一直大力宣传对大熊猫福宝有多好，导致有些中国人都感动得不行，竟然支持把熊猫给他们。但韩国养熊猫真的比我国好吗？福宝才满100天的时候，韩国人就破例让韩国女团和福宝亲密接触，而且女团成员一个个精致浓妆去近距离接触熊猫，再加上女团成员家里都还养着宠物，按照要求，这种情况更不能近距离接触福宝。其次，韩媒以福宝脖子附近出现了掉毛现象为由，污蔑中国虐待福宝。对此，我国饲养员第一时间回应，福宝身体状况并未有任何异常。福宝为什么就不能继续留在韩国呢？首先，根据大熊猫租借条例，新出生的大熊猫租约到期后确实可以续签2年。基于韩国方面确实对大熊猫福宝还不错，所以我国其实也给予了韩国2年续签。福宝回国时已经4岁了，而4年已经是熊猫宝宝租借的最高期限。其次，大熊猫是我国独有的，为了保护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叫停了大熊猫的赠送，开始实施租借模式。租借就意味着从这一刻开始，大熊猫的所有权都归我国所有。我国既然有这样的权利，自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承担起养育熊猫宝宝的重任，不能因为熊猫宝宝在海外就放任不管。再者，我国对于大熊猫的饲养特别上心。根据权威新闻报道，福宝回国初期，我们并没有直接让从小在韩国长大的福宝马上适应中国的新环境，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先采用韩国方式，然后再渐渐过渡到中国模式，让福宝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和新的饲养方式。居然有人认为熊猫留在韩国比回中国过得好。韩国资源匮乏，众人皆知，连人都成天吃泡菜，更何况熊猫。大熊猫吃的竹子要求很高，很多国家租借到大熊猫后，都专门从四川等地运送竹子。比方说加拿大和荷兰就是这么干的，而加拿大甚至还因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难以运送到足够新鲜的竹子，不得不提前将租借的2只大熊猫送回我国。而在中国，想要获得鲜嫩的竹子显然方便多了。而且我国在大熊猫身上也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就拿2022年来说，拨给大熊猫的支出预算为12128.03万元，其中日常基础开销就占了61.37%，整整一半多，剩下的都是不可避免的项目支出。我国在熊猫身上投入了这么多，熊猫在我国能过得不好吗？作为国宝，绝对比在国外过得都滋润。那既然如此，我们的小宝贝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呢？大熊猫幼崽4年后回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大熊猫也是需要繁衍后代的，而在国外，大熊猫只能遇见自己的爸爸妈妈，近亲繁殖是行不通的，所以大熊猫就要回国内找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大熊猫相亲。
当然，这里提一嘴，还有一些年老的大熊猫也会回国，但它们回国可不是去一树梨花压海棠，而是去养老。国内的医疗条件更好，更有照顾熊猫经验的地方养老。所以综合来看，无论韩国方面的声音有多大，我国目前都不可能再将福宝租借给韩国了，毕竟这也是对福宝好。韩国希望我国归还熊猫，简直就是倒打一耙，不知羞耻。而某些支持这种言论的国人，那更是不可理喻。我们的国宝自己宠，何必要推给韩国？更何况我们自己做的比韩国更加周到。这是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